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天啊，是11月9号啊。那么今天呢，这个视频呢是那个紧急的一个录播，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呢，在这个西班牙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国家报》啊，El País，它呢花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篇幅，对那个现任的首相，就西班牙的桑切斯啊，Pedro 桑切斯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采访。那个采访里面呢，他谈到了就是目前啊西班牙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对待移民的一些态度，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说未来啊，他要进行2027年的连任的大选。那这个呢，应该来说呢，对所有的移民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采访呢，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并且呢，也讲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啊。那么所有我觉得已经在西班牙的移民，或者说想要来西班牙的移民啊，最好都去看一看。之前我们有一个视频，就是讲西班牙的1000万移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对，因为那个视频里面呢，虽然有点枯燥啊，都是很多数据，但是很重要，就是你知道那个里面有多少移民是拿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居留，还有就是有多少移民他是有那个工作的，有多少移民他是非法移民，还有就是有多少移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国籍，这个都跟你未来要进行学习、工作、买房啊，就反正都是很重要，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子的。对，就像你如果不知道一个地方有多少个人在那儿，然后你就贸然的过去了，到那儿以后你突然发现你找不到工作，你报不上学校，你租不到房子，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想要移民的朋友啊都要去看一看，好吧？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因为采访这个总理、首相，他们的用语呢一般是比较就是有深度的，那我们讲解呢尽量就是把它口语化啊，但是呢就是我肯定会为了不偏离他们的意思嘛，肯定我要讲一下他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话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有点枯燥啊，好吧？首先呢就是记者就问啊，他说加泰罗尼亚局势啊，说已趋于平稳，但是外部环境呢仍然高度两极化，这个对极右翼势力有利啊？为什么没有办法与人民党达成政治协议？这个呢，就是加泰罗尼亚那边，因为它长期的有这种独立的倾向，对吧？就加泰罗尼亚，因为它经济在西班牙是最好的啊，那么所以他们就长期那边就要独立啊。然后呢，那边呢就是跟那个极右翼啊，就是原来的那些政党，他们的支持度可能就很高，对吧？所以就是记者就问这个问题，那么那个总理呢，他就说我同意啊，他说有必要与反对党呢达成更多的协议，但现实呢，他说是很难的啊。他说比如在夏季火灾之后啊，夏季火灾其实就是那个在那个地什么地方加利西亚省，对，加利西亚省，那个地方就是奥伦塞附近，对，奥伦塞附近有一个山火，对，而且连续好像很久，对吧？那个山火呢，就是当地的政府，就加利西亚自治区吧，他那边的政府，就批评了那个就中央政府吧，我们把它说成，对吧？反正就是互相对责任啊，或者说当地的就双方的政党吧，也都是有这样的那样的意见啊。那么他说
我就提议啊，这样就气候紧急情况呢要达成国家协议，对吧？因为这个地方着火了，说我们看到是非火正在与极右翼达成协议啊，非火就是人民党主席，对吧 ？PP 党主席，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啊，这个非火先生否认啊气候紧急状态的存在，人民党已向极右翼投降啊，并助长这种荒诞局面，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政府达成协议的意愿是完全的啊，每当有可能达成协议时，政府都会这样做。例如在司法总委员会的改组问题上，右翼正在启动抹黑机器啊，企图掩盖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桑切斯他对这个利用，我觉得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对吧？他就找到一个这样的支持他的一个论点啊。那么接下来记者就问了啊，他说协议难道不是失败了吗？司法总委员会目前处于分裂状态，且被右翼势力掌握啊，因为他就延续着刚才那个问题上，对吧？什么司法总委员会改组问题上，那个总理就说啊，他说真正的失败是维持僵局啊。他说我们拥有足够的要素来培养国家协议文化，比如在反恐斗争中我们就做到了啊。那么过去是这样，本届议会呢依然是这样啊。他说我们更新了国家反性别暴力协议，我认为面对气候危机同样需要如此，但恰恰在饱受气候危机之苦的瓦伦西亚自治区，我们目睹了非火将解决方案交给了否认气候危机存在的阿巴斯塔尔啊。那么其实这个呢，他又转到了西班牙的另一个瓦伦西亚大区，最近瓦伦西亚大区的那个主席啊，原来也是一个右翼领袖吧，那么他就辞职了啊，那个人叫马松，对吧？对。那么因为之前瓦伦西亚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水灾，叫达纳，对吧？那么现在就等于是他这个回答呢，就等于是，他说这个理论上啊发生了水灾，那么应该是就是现任的政府跟那个右翼进行一个协商，对吧？啊，怎么样去处理气候危机什么？但是呢，他说这个右翼不但否认这个问题啊，反而就是跟那个极右翼合作，就是 VOX 党合作，对吧？就他的就是个意思啊。这个具体其实到底他们这个之间的政治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也不懂。说句实在的啊，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懂啊。我觉得能够解答的，应该也只有他们政坛里面可能长期待了几十年的人啊，然后对这个他们现在的这种政府状态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有可能不同的党派还有不同的意见啊。就我们只知道的是个大概，就什么事件，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对吧？但是具体这当中很内幕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那个记者又问了啊，他说你是否愿意直接与他讨论这些议题？那么桑切斯又回答，他说气候危机议题当然是可以的，这个不仅是紧迫的啊，也是重要的。政府始终敞开着大门与所有政治力量对话，我们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因此无论出于信念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必须与多方力量达成共识。我重申，这种复杂性并非问题，反而能够与良好的治理相辅相成。正如西班牙降低失业率并推动欧元区40%经济增长所证明的那样啊，他其实就表示他说我是一个少数的党派在议会里面，对吧？啊，就是他的力量是不大的，但是呢，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模式，反而这个西班牙我的失业率正在降低啊，并且就是推动欧元区40%的经济增长，对吧？就是说，其实欧元区的40%的经济，它的意思就是由西班牙贡献的啊。那么，其实这个话呢，就是表示对他们自己目前的一种认可、一种承认，对吧？因为现在其实那个就攻击他们的人很多啊，然后现在的这种政治力量吧，就是在西班牙也是右翼逐渐在占上风啊。那么他这么说，其实就是
维持它自己的正当性嘛，对吧？你看我们这样情况也搞得挺好的啊，是吧？那么记者又问了啊，他说宏观经济数据啊，就经济数据呢是好的，股市呢甚至还是越来越高，对吧？而且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呢，15%的人口呢是处于长期的贫困状态啊。他说今年我们发布的卡里塔斯研究报告指出，自2007年以来，社会排斥现象加剧了1倍，250万青年深陷其中。这种深层的社会不安正在滋生反体制思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经历7年执政仍未解决？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问啊，你看，你说啊，这个经济啊是好的，对吧？数据是好的，股市也是好的，但是呢，欧盟统计局显示，对吧？15%的人长期贫困啊，大家没钱啊，然后啊，这个250万的青年就被社会排斥啊，可能就没工作或者极度贫困，反正就这种情况嘛，对吧？所以青年不是之前一直视频里面说，青年都在慢慢的向那个转向右翼，对，就转向右翼支持那个 VOX 党嘛。他也要问，哎，那为什么执政7年啊就没有解决呢？那么这个总理又回答了啊，他说这些报告呢，说明啊，我们国家正在这种贫富差距的问题呢是非常严峻的啊，而且呢就是需要解决的啊。但是呢，他说我们过去7年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啊。这个进展呢，就是他的政策，这个什么政策呢？就再分配政策啊。他说，当前就现在的2025年的贫困的水平呢，已经低于了202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啊，就那个时候更糟糕。不管怎么样呢，他说我在这里呢，向国家报读者提出疑问啊，既然就是我们本届政府向自治区提供的公共资源增加了45%啊，比就是之前的政府呢时期呢要多出3000亿欧元啊，就意思说他们当政了以后，比之前的政府要多出3000亿欧元的这个支出，对吧？就是公共资源啊。为什么部分地区的社会服务还有扶贫的工作没有得到改善呢？啊，他说明明我花了更多的钱支持了公共资源啊，其实就是给更多的普通人嘛，对吧？哎，为什么没有改善呢？对吧？他说我在这里明确的指出啊，这个不仅仅是公共资源的问题，更是信念与社会模式的问题。由人民党执政的啊马德里、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瓦伦西亚等自治区所做的不过是向精英阶层输送财政福利，这个就是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右翼，对吧？对准了 PP 党。他的意思说啊，钱我是给了也批了，对吧？我们这个，但是你们这个钱没有给到老百姓啊，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啊，你们给的是精英，对吧？啊，他说某些自治区呢，因为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而拒绝减免债务啊，以减轻财政负担，这怎么可能啊？他们拒绝执行住房法，以解决年轻人乃至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啊。这又怎么可能？飞霍先生的主要贡献啊，就是为极右翼势力敞开了自治区政府的大门啊。那么他这个回答呢，就意思说啊，钱我也给了，给到位了，对吧？但是是因为你们执行的不好啊，因为那些区不是我们管的，所以就是你们连法律都不顾啊。那这些住房问题啊，这些贫困问题啊，其实都是你们这些右翼的，对吧？然后你这右翼什么也没干啊，你就唯一做的就是你更偏向了极右翼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其实就把这些问题啊解释一下，对吧？不是我们没干好，是你们在捣乱啊，这个意思啊。那么记者又问了啊，他直接就转向，因为现在已经从这个开始这个语境转到了右翼方面了，对吧？就往这个现实的问题了。他说：“您认为 VOX 党在民调中支持率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啊，
有人认为这种激进化对他们有利，因为能激活其选民啊，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是很关注的，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期，对吧？为什么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偏右啊？什么都是讲这个啊。然后我们看桑切斯怎么回答啊？他说，极右翼在任何民主国家崛起都不是好消息，但我也必须指出，政治、媒体和知识界的右翼势力，只要能够阻止进步力量执政，都可能为极右翼言论粉饰太平啊。例如，当极右翼宣称要驱逐我国800万移民时，右翼势力非但不以理据和数据啊驳斥这种野蛮主张，反而附和其论调，将移民等同于犯罪，或声称我国正遭受入侵，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啊！仅去年1年，我们就将非法移民减少了35%。这个800万移民的事情，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对吧？我们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节目啊。那么也是极右翼啊，就说要把800万的移民啊赶出西班牙，然后呢，这个时候右翼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对吧？所以现在呢，这个桑切斯呢，其实他这个回答呢，就是站在这个移民这一边的，对吧？啊，他说其实去年啊，非法移民已经减少了35%，对吧？啊，而且就是他是不认同那个极右翼啊这种思路的，对吧？啊，他就是反对的啊。然后呢，他又说啊，他说欧洲极右翼势力如此猖獗的现状，促使我和我的家人决定在2027年再次参选啊。所以就是他是等于是怀着这种斗志，对吧？啊，就不跟极右翼和右翼妥协啊，他要再次参选。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移民来讲啊，包括我们，包括所有的移民来讲，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还是什么移民，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然后记者又问啊，他说：“您提到右翼对极右翼崛起负有责任，但左翼是否也应进行自我反思啊？根据民调显示，年轻一代比以往更倾向右翼，左翼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前面你都回答，你都说了这个右翼、极右翼不好，对吧？但是你们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对不对？你们左翼是不是也有问题，对吧？啊，年轻一代为什么就比过去更倾向右翼呢？对吧？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桑切斯怎么回答啊？我对这种分析啊并不认同。年轻人普遍秉持的是一种团结精神，致力于应对气候危机、移民问题及捍卫民主价值观。这种现象啊，应该归于当今社会媒体啊，他们传播的不是真相，而是谣言啊，煽动的是对立而非共荣。这与某些技术寡头明显干预选举进程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啊。我们在英国、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地都目睹了这种现象。我确信，当西班牙大选来临时，我们也将经历同样的形势啊。极右翼势力已形成组织密切的国际网络，进步力量必须采取行动。我正与博里奇、卢拉、奥尔西及其他众多的进步政府就此展开讨论啊，以积极姿态应对极右翼的整体现象。西班牙的道路为许多其他进步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启示。此外，正如我们刚刚在美国多个州以及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所见，这股反动浪潮已显露衰竭迹象，这些都是进步力量重振旗鼓的征兆啊！这番话说的，你觉得怎么样？说的很激昂呀！啊，对，这番话说的很激昂啊，所以我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很佩服这个桑切斯的啊，因为确实就是他说年轻人都是好的，对吧？啊，但是年轻人是被骗了，被什么骗了啊？就是
由资本扶持的这些什么自媒体啊，或者说这种网络上的东西，对吧？他说传播是谣言啊，并且呢，他说就是像欧洲什么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对吧？他们都被这种迷惑年轻人被这种极右翼的势力就是那个所控制了，对吧？但是呢，对吧？他说你看美国美国现在多个州和那个纽约，对吧？应该来说就是纽约刚刚选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州长吧，还是市长，反正就是他应该是一个支持左翼的那种思想的然后好多人，反正之前也是有很多人上街，在美国就是要对老川，对吧？就是表示抗议那么他呢，就这个话说的他说他的意思说极右翼是落后的反动的力量反动的浪潮现在已经衰竭了，对吧？然后他们是进步力量，是世界的未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没有用左翼和右翼这种说法，他说退步进步对，就这个一番话，你谁愿意当退步的人呢？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说这个很好然后记者又问他说您个人如何看待针对您兄弟以及妻子的司法调查因为那个桑切斯其实在西班牙就大家说他家什么贪污有很多这种事情他说我充满信心他说我坚信真相终将大白，我确信并决心阻止阴谋诡计得逞，人民党 VOX 党及右翼媒体的伎俩绝不应成为西班牙公民的未来所以他这个就坚决否认，对吧？全是要谋害我然后那个记者又问，您曾坦言因妻子事件考虑辞职，如今为何改变主意，甚至考虑竞选连任他又回答我深知肩负的责任在西班牙及整个欧洲极右翼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政策取得良好的成效更凸显了巩固社会民主政策的必要性。这促使我不仅与政党，更与直接承受这份承诺与责任后果的家人深入探讨最终决定迈出这一步，宣布将在2027年寻求连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经历了打击吧。而且我们之前很多视频我们都说过，很早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川普上台以后全世界要向右转，那个时候很多人骂我们，对吧？说什么你们瞎扯什么什么东西的，对吧？那个说什么完全是在说我们乱说没有根据现在应该来说就连西班牙的总理，对吧？他都用这样的词汇，极右翼，全世界右翼那个趋势很厉害，对吧？他这段回答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已经讲清楚了，他要向全世界的极右翼势力要展现他们西班牙独特的一面，对吧？因为西班牙经济还不错，对吧？我们左翼做的，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要那个连任然后呢，记者又问又把这个问题问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说您如何看待老川就特朗普与他的关系怎么样那个桑切斯回答他说他是美国总统尽管我们存在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但我希望在制度、经济和社会层面保持最佳关系。众多西班牙投资正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段呢，其实也是对这个老川呢进行了一个柔和的一个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众多西班牙投资正在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对吧？那么正常情况，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你应该就是对欧盟的伙伴，对吧？对西班牙你可能应该是投资更多的。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说他说这个西班牙投资正在为美国经济发展贡献，对吧？那应该来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就说明是这样。怎么说？正常情况，如果说的友善一点，应该说美国比如说跟西班牙的很多投资项目正在进行深度的合作，对吧？或者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对吧？那么他首先是公布了说，他说我们有
那个政治分歧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他又说啊，我们为他们是贡献的啊，就是说我不欠美国的，对吧？你别老觉得好像你要怎么样说我，对吧？我们其实是我们还给你们经济做出了贡献啊，他这个意思啊。那么记者又问啊，在北约峰会上啊，您坚持将军事开支占 GDP 比例定为2.1%，履行军事义务，而其他的国家呢，则签署了5%的标准。您不认为这个2.1%的比例会让那些更接近战争的国家，比如波兰或者波罗的海国家产生疑惑吗？这个问题呢，也是之前那个川普就老川很重视的，对吧？老川就说啊，什么西班牙不肯把军费提上来啊，说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北约啊，反正或者对他们进行关税战啊，反正也说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桑切斯他回答，他说这些国家清楚西班牙的存在啊，西班牙武装力量在欧洲东部边境的部署，以及由此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受普京新帝国主义影响国家的保护，正是西班牙作为大西洋联盟可靠伙伴的最好证明啊。无论从联盟立场还是军事能力角度而言，都是这样的啊。我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啊，就是我有不同的看法。盟国承诺的这个衡量准则，对吧？不应该仅以 GDP 为准啊，更应该看实际的能力啊。而西班牙完全具备这些能力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武装的力量可能就是不管是这个船啊、飞机啊什么，对吧？他说我们在这些国家啊都是有部署的啊，不能仅以这个军费来衡量，对吧？就你这个人数啊、部队啊，或者说这个武器啊，我原有的这些武器，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力量，对吧？啊，你一个很小一个国家，哪怕你把5%拿出来，你只贡献了这个钱，但是你人啊、武器啊，可能你本来也没什么啊。我觉得他说的有一点道理啊，有一点道理。因为对于北约军事的这种什么部署，其实我们也不懂啊。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从逻辑上来讲，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那你说那个如果说出钱的话，那乌克兰1毛钱也没出啊，就反正现在对吧？但是你说他没有提供价值嘛？就以现在的这种战争情况来讲，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逻辑从逻辑上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啊。然后记者又问啊，当教育投入未达 GDP 的50%，国防支出占 GDP 的5%是否合理，对吧？好像这个记者其实这个话就，我觉得是也讲给那个西班牙的民众听的，对吧？啊，你看我们的教育都没有5%啊，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这个 GDP 国防要占5%呢，对吧？那么这个总理就说了，桑切斯就说了，他说，当我们的年轻人达到我们这个年龄时，啊，就未来嘛，对吧？我们想给他们留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一个欧洲各国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仅为5%的世界吗？啊，我们必须开展外交工作，确保到2035年，欧洲不会成为武装到牙齿的地区啊，而是团结互助、维护国际法的地区。但我们也不能天真啊，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欧洲想要赢得自主权，我们就必须增加国防和安全预算啊。反对派批评我履行了一项我并未承诺的承诺啊，这项承诺是在2014年达成的，即达到2%的国防预算啊，而我只是将其付诸现实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给年轻人的未来啊，更多是应该通过外交去解决问题，对吧？不能通过完全是把钱花在那个武器上啊。我觉得也合理啊，因为就是你这个钱全是买武器了，你教育反而没搞好，那你这个教育不利于未来的发展，大家没文化怎么搞呢？对吧？所以我比较认同啊他的这个观点啊。然后他也说了，他说反对党对他批评说什么没有达到5%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承诺过要达5%呀，对不对？就你们这么来攻击我，其实是一种污蔑我嘛。如果我说我要达到5%，
那现在这个是老川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那其他国家达到5%，那是他们的问题，对吧？其实如果从西班牙的现实来讲啊，你比如说挪威或者什么北欧那些国家，它本来就超级有钱，那它达到5%，它达到10%，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因为它有钱人又少，对吧？西班牙的经济啊，或者说这个贫困的人口其实挺多的，在欧洲经济也不是很好，对吧？那你说这种现实，他作为总理也不可能讲，他说我们国家很穷，这不可能嘛，是吧？啊，但是现实是这样子的，对吧？就你在欧洲跟北欧比起来，跟很多国家比起来，其实你的这个经济水准，包括那个孩子读书，对吧？教育费都没有到，差距还是挺大的。对，差距挺大的。你就看西班牙人的英语，跟北欧人的英语，跟荷兰人的英语都不能比啊，对吧？那其实教育上还是能够要花钱的，是吧？对。所以我觉得他站在就西班牙自身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的，对吧？那当然了，反对党对他批评，我以前也说过，我说川普一上台以后，老川一上台以后，那么全世界向右转，那很大的一部分是，就支持老川的这些政党，对吧？就是不是美国的，就其他的国家支持老川的这种想法的，比如说右翼啊或什么的，就会起来。对吧？还有就是这个老川他毕竟有影响力嘛，他肯定也会在这个上面，对吧？就像之前那个他说的，他说社交媒体，对吧？那老川玩社交媒体是最有一套了，什么自己有社交媒体，对吧？还有就是这个Twitter 啊什么的，他反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红总统嘛，是吧？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在移民政策上面。我们就因为我们主要讲移民政策，对吧？你说其他的这种军事啊什么打仗什么的，我们只希望，对，我们也不懂，我们只希望战争能快点结束，对吧？就大家都是和平的、好好的不管是对于什么乌克兰还是对于俄罗斯我觉得都是战争早点结束是最好的，对吧？那在这个移民的问题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是比较支持那个就现任的总统他去继续的连任的对，因为这个就从实际利益出发嘛，对吧？我们也不装，我们就是移民，我肯定希望他能够连任，是吧？当然，他如果连任，他肯定也会要大家再多交一点税啊什么的，这个我也认了，对吧？因为我觉得就做人也不能自私，就如果说这个我以前说过就是我们要搬走什么，就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反移民的状态。就比如说在伦敦什么，你走在马路上，就有人什么对华人捅一刀或者说什么这种事情，那到了这种反移民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待在这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对，那我还不如去一个就是税收低一点的地方，对吧？但是如果说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这种我是比较认可的，你呢？我觉得站在移民的角度上是的我感觉你还挺喜欢桑切斯的。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草根嘛，是吧？我们也不是什么富二代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也是就是同样的从工人或者从底层起来的这种政治家，对吧？就你心里面其实还是因为我觉得这跟你原生有关系。就如果我是贵族，什么富豪，可能这种心态就不太一样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你自己站在哪一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有道理的，对吧？当然也会有那种就明明自己是这样的一些人，但他心态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贵族的人，这种人也有在网上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好吧，那这个就是最新的我们给大家做出的节目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拜拜，再见。